喜欢香草植物吗？想不想养一盆香草盆栽放家里，既能增加绿意又能实用呢？如果让你选择，你会优先选择哪种香草植物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花花推荐一种香草植物九层塔。养一盆九层塔盆栽，既能带来绿意盎然，开花还能典雅芬芳，叶子还可以食用，真的是一举多得。今天花花将从盆土、繁殖、日常养护、收获和保存等6个方面来介绍，特别是收获和保存，其他大部分香草植物也适用，是花花推荐的部分哦。第一步，选择合适的品种。九层塔有很多品种，每种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选择适合的品种。例如青谷种，这是最常见的品种之一，全株呈青绿色，叶片较大较厚，味道较浓郁，它适合做菜或泡茶使用。另外红谷种也是常见的品种之一，枝条呈紫红色，叶片较小较薄，味道较清淡，它适合做色拉或装饰使用。可以在花店或网上购买九层塔的种子或苗，也可以从市场或超市买来的九层塔中取出一些枝条，用扦插的方法进行繁殖。扦插就是将带有顶芽的枝条切下，插入土壤或水中，让它生根发芽，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九层塔植株。第二步，准备合适的土壤和容器。九层塔喜欢肥沃而排水良好的土壤，不喜欢黏重和潮湿的土壤。可以选择疏松透气的沙质土壤，或者在普通的原土中加入一些沙子、腐叶土、珍珠岩等材料，提高土壤的肥力和透气性。也可以在土壤中加入一些有机肥料，如谷粉、鸡粪、堆肥等，增加土壤的营养和活性。九层塔可以种植在陆地或盆栽中，只要保证有足够的空间和光照。可以选择适合的空间和环境的容器，如花盆、花箱、花篮等。容器的大小要根据九层塔的生长情况而定，一般来说，每株九层塔需要至少15厘米的直径和深度。容器的底部要有排水孔，以防止积水和腐根。可以在排水孔下面铺一层碎石或陶粒，以增加排水效果。第三步，播种定植。九层塔可以通过播种或扦插2种方式进行种植。播种是将种子撒在土壤表面，然后覆盖一层薄土，保持湿润，等待发芽。扦插是将枝条插入土壤中，保持湿润，等待生根。2种方式都有各自的优缺点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。播种的优点是可以得到更多的九层塔植株，而且比较便宜。缺点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芽，而且发芽率不一定高。播种的方法如下，正常播种在春季3至4月份进行，但如果盆栽放在室内的话，10月份的秋天也可以播种，选择温暖而多光照的地方。在容器中铺好土壤，并用手指在表面画出一些浅沟，将种子均匀地撒在沟里，并用手轻轻按压。用喷壶将土壤浇湿，并覆盖一层薄膜或报纸，保持温度和湿度。每天检查土壤是否干燥，并及时浇水。等待7至10天左右，当种子发芽后，移除薄膜或报纸，并将容器移至通风良好且光照充足的地方。当幼苗长到5至10厘米时，进行间苗和定植。间苗就是将过密的幼苗拔掉或移植到其他容器中，留下一定的空隙。定植就是将幼苗移植到最终的容器中，每个容器只留1株或2株九层塔，以保证它们有足够的空间和养分。在移植的过程中，要小心不要损伤九层塔的根部，尽量保持土球完整。在移植后，要给九层塔浇适量的水，并放在半阴凉的地方，让它们适应新的环境。第4步，扦插繁殖。扦插的优点是可以快速得到成熟的九层塔植株，而且比较容易成功。缺点是需要更多的枝条，而且可能会导致品种退化。扦插的方法如下，在春季或秋季进行扦插，选择健康而茂盛的九层塔枝条，切下15至20厘米长的段落。在枝条的下部剪去一些叶子，只留下顶部的几片叶子。在枝条的切口处涂上一些生根粉或蜂蜜，以促进生根。将枝条插入土壤或水中，深度约为5厘米。如果是土壤，要保持湿润；如果是水，
要定期更换。将容器放在温暖而多光照的地方，并遮挡一些直射光，以防止蒸发和枯萎。等待2至3周左右，当枝条生出新芽和新根后，就可以移植到最终的容器中。第5步，管理和养护。9层塔是一种比较耐旱和耐寒的植物，但也需要适当的管理和养护，才能让它们健康而美丽。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。浇水，9层塔不喜欢过多或过少的水分，要根据土壤和气候的情况进行浇水。一般来说，在春夏季节每周浇水2至3次，在秋冬季节每周浇水1至2次。浇水时要避免湿润叶片和花朵，以防止病虫害。浇水时要用温水或自来水，并尽量在早上或傍晚进行。施肥，9层塔不需要过多的肥料，但也需要定期补充一些营养。可以在春夏季节每月施用1次有机肥料或液体肥料，在秋冬季节每2个月施用1次。施肥时要按照说明书上的比例稀释肥料，并在浇水后进行。修剪，9层塔需要经常修剪，以促进分枝和生长。可以在春夏季节每周修剪1次，在秋冬季节每月修剪1次。修剪时要用锋利而干净的剪刀或指甲刀，从顶部向下剪去约1/3的长度。修剪时要注意保留一些顶芽和侧芽，以便再生。修剪下来的枝条和叶子可以用来做菜或泡茶。防治，9层塔比较抗病虫害，但也要注意防止一些常见的问题，如蚜虫、白粉病、灰霉病等。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防治：保持适当的通风和排水，避免过湿和过密的环境。定期检查9层塔的叶片和茎部，发现有异常的及时处理。使用一些天然的杀虫剂或杀菌剂，如洋葱汁、大蒜汁、肥皂水等，喷洒在植株上。如果有严重的病虫害，可以剪除受影响的部分，或者更换土壤和容器。第6步，收获和储存。9层塔是一种可以随时收获的植物，如果需要，就可以摘取一些叶子或花朵来使用。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，选择不同的方式来收获和储存9层塔。例如，新鲜使用，这是最简单也最常见的方式，就是直接从植株上摘取一些叶子或花朵，用水冲洗干净，然后用来做菜或泡茶。这样可以保持9层塔的最佳风味和营养。冷藏保存，这是一种比较方便也比较长久的方式，就是将摘取的叶子或花朵用纸巾包裹好，放入塑料袋中，挤出空气，封口，然后放入冰箱中。这样可以保存9层塔的新鲜度和香气，大约可以保存1至2周。干燥保存，这是一种比较传统也比较经济的方式，就是将摘取的叶子或花朵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，或者用微波炉或烤箱加热干燥。这样可以保存9层塔的香气和成分，大约可以保存几个月甚至几年。制作产品，这是一种比较创意也比较有趣的方式，就是将摘取的叶子或花朵用来制作一些产品，如茶包、香水、药物等。这样可以增加9层塔的用途和价值，也可以作为礼物送给亲友。除了上面说的之外，9层塔同番茄是一对完美的组合。9层塔可以让番茄的味道更鲜美，而且9层塔的味道也可以驱逐一些害虫。所以把9层塔同番茄间隔种在一起，或者花盆放在一起，它们就能互相成就，让对方都长得很好。等到采收的时候，就可以同时享有2种美味了。另外，如果我们想要收获种子的话，最好把不同种类的9层塔分开种植，植株之间的距离最好大于30米，避免交叉授粉。等到花上的种子荚变成棕色，就可以采摘了。采摘时，将荚放进一个纸袋里，轻轻摇晃纸袋，让种子掉落。9层塔的种子不仅可以用作来年的播种，也可以食用。食用方法跟奇亚籽很相似，可以添加到饮料、沙拉或者任何你喜欢的食物里。最后，再介绍一下养护9层塔的常见问题和解决办法。1. 植株矮小，原因多是播种过早或温度太低，建议做好保暖，也可能是长期缺少氮肥导致的，建议每4至6周追施1次稀薄叶肥。2. 叶片发黄，缺少阳光、缺少氮肥都有可能，平时要让9层塔多晒晒太阳。如果种植时没有施加底肥，在其生长期可定期追施通用生长肥。
如果不缺光不缺肥，叶片持续发黄，一定要警惕土壤过湿导致闷根。3. 叶片白斑，可能是阳光太强致使叶片损伤，建议阳光猛烈时要做好遮阴，避免暴晒。4. 虫害防治，九层塔的虫害主要为蚜虫、红蜘蛛、前叶蝇等，首先摘除病叶，然后喷洒相应药物进行防治。比如蚜虫可用蜱虫林、马拉松乳剂，红蜘蛛可用艾卡满、达满灵等，前叶蝇可以喷施乐果乳油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九层塔的全方面讲解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感谢观看，如果有其他意见，欢迎评论区交流。喜欢我的内容还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